哎呦，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Wang Sport Show 王硬核。然后呢，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一名年轻小将，他马上就要参选 NBA 的选秀，也就是杨汉森。首先我们聊到杨汉森呢，包括你看各种新闻，你应该都了解了，是一个CBA 青岛男篮出品的一个高个内线技巧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来聊一聊。杨汉森呢，我们首先聊他上赛季和本赛季的对比啊。他本赛季呢，对于上赛季呢，他的三分呢有小幅度的上涨，证明了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威胁的能力的。这一点在 NBA 特别重要。一个没有空间的内线的话，会导致这个球队的进攻非常的便秘，对吧？然后呢，并且呢，我们还可以，我们最近通过杨汉森呢，在NBA 的试训选秀试训的视频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小伙子的三分很准，夸夸一顿进，惊艳了所有人。你包括他是 NBA 的三分线，他不是 CBA 的，sorry，他不是 CBA 的三分线。那么杨汉森的优点呢，就是全能，球商很高。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他特别喜欢东契奇，并且呢，他给自己的模板呢就是约基奇和萨博尼斯，对吧？就是这种球商能策应、全能的内线，脚步还很好，篮下还可以单打，这也就是他。而且呢，杨汉森呢，我们都知道他签约了富保罗的经纪公司。富保罗是谁呢？也就是 LeBron James 的那个好朋友，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勒布朗的经纪公司吧。我们也不用多说了，老张的公司什么能力，大家你懂我懂，大家懂。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毕竟 NBA 呢，它是一个残酷的联盟，它不可能只看重杨汉森的名气，对吧？杨汉森他代表着整个中国市场，呃，首呃，但是我觉得在 NBA 呢，还是说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呢，你在 NBA 呢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即使说经纪公司想宣传你，但是球队教练经理老板不想用你就不想用你。当然了，除非你是字母哥的弟弟或者哥哥，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相信呢，经过这个富保罗的运作呢，汉森的行情呢一定会走高。你看最近的富保罗所发布的他旗下的那些球员的一个试训的视频，你会发现汉森的镜头很高，而且有三分、有策应、有扣篮、有脚步，还有他哈哈大笑的片段，前景非常好，我觉得。但是呢，我们呢期待呢不能过大，他毕竟是个亚洲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呢，我们的身体素质呢是差一点的，就是相比于那种黑又硬的中锋或者大前锋吧，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劲爆的身体素质，所以我觉得汉森可能大概是在首轮末吧，或者次轮前半段被选中，大概应该是次轮前半段选中。其实我觉得选中就好，你选中的话就代表有球可以打呀，而且那是 NBA 呀，对吧？而且对于杨汉森来说，他作为一个2米18的内线，而且是新秀，你球队呢不可能给你很多球权让你去被打的，更多的呢，他是让你成为一个对面球队大中锋的工具人角色。典型的，我觉得就是哈尔滕施泰因。我觉得就先往哈尔滕施泰因的方向去发展，做好防守，做好篮板，做好策应对吧？多给老大球权帮老大做好挡拆，这是重关之重。然后呢，最近呢，也好像就是昨天吧，昨天晚上有个新闻，也就是湖人的一个媒体对杨汉森的评价写了一篇文章写的反正就是大概意思说湖人很需要这个杨汉森这种球员，但是我个人观点，千万不要去湖人原因呢是什么？就是根本就不兼容。你包括上赛季，东契奇去了以后呢，东契奇点名他要什么样的中锋？他要那种能空接、劲爆的那种大中锋。你可以理解为球商高一点的海斯，或者说终结能力强一点的海斯，是那种黑又硬的类型的球员，对吧？但是呢，杨汉森呢不是。虽然说杨汉森呢，2米18很高
但是他的臂展呢不是，但是他的臂展呢也是有2.24米的，但是对吧？速度的话，还是相对来说差一点。你像我们，但其实杨汉森还是很高的，我们可以相比一下，我们所熟知的快船的祖巴茨的身高多少？2.13米，祖巴茨的臂展呢2.24米，跟杨汉森一样。我们就也看到了祖巴茨这个赛季，在哈登的投喂下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存在。另一个恐怖的内线呢是戈贝尔，戈贝尔很高，就是给我的观感，他2.16米，哎，汉森是2.18米，但是戈贝尔的臂展呢2.35米，很夸张。那再有类比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哈尔滕施泰因，哈腾的身高呢是2.13米，臂展呢有2.19米，都比汉森短。所以我真的觉得汉森就照着哈腾那个方向先去发展，对吧？先在 NBA 立足，然后再去下哈尔滕施泰因呢，可以篮下抛投啊，就对吧？慢慢的来，第一步防守，对吧？汉森呢，其实汉森这个球员呢，你看过 CBA 的比赛或者说 CBA 的集锦呢，他呢其实是需要一定的球权的，就是你需要他作为一个主攻手的时候呢，他在篮下呢可以转一转，况且呢，他没准呢可以打一打，就是在实在得不了分，或者说当他错位啊，面对一些小后卫或者小前锋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去湖人啊，在湖人的赛季呢中呢，你可能打着打着你就被交易走了，对吧？比如说上赛季的科内科特打得很好，但是呢，你懂我懂，大家懂。对了，千万不要去奇才啊！奇才这个垃圾队，他就没有球队文化，他就没有赢球的文化。呃，对，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根据最近的一个试训的视频，包括杨汉森呐参加腾讯体育啊，还有一些电台节目的采访视频，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杨汉森他的这个人的交流能力呢是非常好的，他非常喜欢嘻嘻哈哈说话呀、唠嗑啊，都很在行，就是不内向。和中国男篮的前大哥易建联相比，就是很大的区别，对吧？易建联他就很内向，你包括易建联在后期就是最后那次去湖人的时候，就是过得不是很开心在里面，对吧？闷闷不乐的一个职业球员。你包括你像现在汉森呢，和上赛季的崔永熙一样，就是非常的开朗，对吧？我们00后就是非常开朗，非常外向的，对吧？这种类型就不拘束，对吧？我觉得这样才对嘛。你在外面工作，你就要融入他们。况且呢，我们要功利一点，对吧？杨汉森他是一个中锋，对吧？他需要后卫，所以你必须跟后卫搞好关系。你跟后卫搞不好关系，你就没有球权。你就像戈贝尔和米切尔在最后一个赛季那样，根本就不给戈贝尔传球，对吧？跟后卫搞好关系，你才有饭吃。好了，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要对杨汉森的同学的一个忠告吧，或者说一个需要他注意的事项吧，就是真的希望他控制自己的训练的强度。我们亚洲人的身体呢，毕竟呢不是黑人和白人，就是我们很容易疲劳，最后导致伤病，不是这个撕裂就是那个断裂。即使呢，所以我希望呢，即使说教练呐、或者说训练师啊，一直和汉森呢说继续锻炼，keep working if you want go into NBA，等等等。但是呢，真的，当你的身体真的顶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真的，这个就是真的不希望再看到这种好的球员在受伤了。你像姚明之前也是，姚明增重啊加训练呢，导致他的身体呢支撑不了他继续在 NBA 了。所以真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切记切记。祝福呢汉森呢一切顺利啊，享受自己的旅程，不要后悔，嘎嘎的在 American 赚 dollar，加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